好，各位朋友午安，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标准的台北的这种微雨的天气来到这里哦。那我觉得这里蛮乖，然后有很多认识的朋友，感觉相当的温暖。那我们今天的活动主题是台南议会观测机器人的发布会。那这个软体其实是我们跟 FNF 合作，然后在用去年到今年这样的时间呢，把它开发出来的。所以今天整个发布会的过程，原则上就是会有几个部分。第一个当然还是要邀请一些重要的关系人来讲话。那再来，我们会希望说花一点时间去介绍新芽在台南市议会监督这件事情上我们做了什么成果。那再来会有一 part 就是今天的重点，就是这个机器人是怎么使用。那如果说各位对这个机器人有兴趣的话，其实我们周边都有 QR code 可以先扫来试用这样子。好，那我们是不是就先用一段影片开始跟各位介绍说我们的议会观测机器人的功能跟使用的方法是什么？你敢知影？台南的节文工程即摆是做到倒啊？最近敢若拢无听到什么消息呢？对啊，这是大工程呢，遮重要的代志，敢有议员咧关心？毋过要知影有对一个议员咧关心节文的进度，这嘛是无简单呢。其实即摆是真利便啊！只要拍开你手机的来，甲台南议会观测机器人问问的，就通看到有倒一位议员咧关心遮的重大建设。敢真实的？那安尼，议会内底到底是咧讨论啥物棒，就无学了解啊？对啊，毋但是重大的建设，像有路平、火光、水沟通，资讯嘛是通看甲透。安尼，我要紧来用手机啊，拍开我的来问台南议会观测机器人，咱的议员到底拢在关心啥物？安尼就对啊！用现主时上时行的 AI 技术，台南新艺，互咱市民搁较我近议会，参与市政的讨论，袂搁再是专家，也是记者的专利啊。毋过，你还未加入台南议会观测机器人的赖好友，我来教你安怎操作。先拍开 Google。拍你找台南议会观测机器人，有看到啊，是机器人的官方网站，点入去看卖的。刷落来是加赖体样迄个四角形的开关钮啊。哦，安尼呢，即马台南议会观测机器人已经是我的赖好友啊。真高，安尼就会使开始甲伊开讲啊。来，你来想一个你较关心的议题。无我来问这个囡仔爱耍的特殊公园的代志好啊。请问议会敢有讨论过对于要去特殊公园？来看机器人安怎回应。哇，机器人甲我讲，第四届的定期会有遮侪讨论呢。对啊，亲像市长嘛讲要伫永康区去一个大型的特殊公园。袂歹呢，那安尼，廖准讲我想要知影有对一寡议员关心特殊公园，嘛会用咧问机器人呢？迄是当然，你阁会使用讲的，机器人嘛听有华语甲英语哦。哇，真厉害！我来问看卖。有哪位议员曾经关心过特色公园呢？你看，伊会条列出相关的议员，阁会简单小解因质询的内容。毋过，用即个机器人嘛是有寡代志爱注意哦。是啥物咧？训练机器人的资料，拢是为台南市议会第四届会议记录来的，无包括着议员的提案。哦，安尼我了解啊。虽然伊是用艺术路去训练的，毋过要互伊看过议员的提案单。也阁有哦，数字着爱真注意 ，AI 可能有真差，上好是阁去查证一下，毋通遐好喙斗，啥物物件拢餐食落，啥物货拢相信。啊，这是较熟啦，数字嘛爱真足。也有哦，若问的问题甲议会无啥关系，机器人嘛可能会毋知影，也是讲毋对去。议会以外的世界，这只机器人当然嘛无熟悉咯。另外，有当阵机器人的回答会插着重复，或者是无用到的应用资料，这爱等看以后 AI 会变较巧无？目前敢若会当当作是正常的。原来如了，这看起来是小状况尔。上尾一点 ，AI 机器人嘛甲人同款，有的时阵会分段，代志做一半，你着爱定定问讲，阁有无？比如讲，敢阁有其他的议员关心特殊公园，一直甲伊问落去。
安尼要了解议题，我就袂使比机器人搁较平淡。若无，代志会敢若知影一半。讲了是真实在的，不管安怎讲，这拢是一个值得人来用的新工区。即马就来扫画面上的 QR code， 甲台南议会关切机器人加入你的赖好友。不管是议员的发言，还是重大的议题，台南议会关切机器人，拢会使来斗相共，对咱有真大的帮助哦。台语就觉得这个东西很 local， 对不对？但因为我们今天在台北，所以我们还是用华语使用全程的语言作为全程的使用语言。好，那接下来我们先邀请到台南新雅协会的理事长洪英出来帮我们讲几句话。好，非常感谢各位友会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媒体后今天共同来参与议会关切机器人的一个发布会哈。那我想其实使用这种AI 这种新的数据资料哈，作为议会的一个观察或者是深度我们讲监督，其实是在台湾算是一个蛮新的一个光谱哈。那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哈。我以自己个人的例子为例，因为我过去曾经在国会也在台北市议会担任过记者。那各位知道说，其实我们如果民间要跟政治之间，我们要形成的这些资讯的往来，事实上过去都是靠媒体。那但是媒体，我必须坦白讲，因为有个人的主观资讯的一个收集的能力的限制所以常常会出现这种资讯传递的偏差。那我们也当然希望就是说，如果站在整个台湾公民社会，如果有更多的年轻人或更多的朋友或民众可以一起来参加这种议会监督或观察，事实上会让整个台湾的政治发展会朝向一个更好的一个局面。但是不可讳言的，事实上你如果要进行到所谓的一个观察、政治监督，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一些门槛。最主要的其实是资讯的门槛。因为资讯的门槛，事实上会阻碍了很多公民他了解整个政治运作的一个很根本的因素。各位去想想看在整个不管是立法院或者是地方的议会，所有议员的发言跟资讯内容都会变成是一个文字资料，变成是一个议事录。但是相对来讲，过去的议事录就是一个纸本，你如果没有花时间上去找这些资料，再阅读它的话，你根本无从知道到底议会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这种很大量的资讯，其实某种程度是阻碍了我们在讲公民关心政治的第一个门槛。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察机器人，尽可能去降低这一个初步的门槛。透过这样的一个资料收集，导入 AI 的一个分析，我想其实可以让更多的想要理解到底我们的政治发生什么事的社会大众，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可以得到相对比较简要的一些资讯。但是我也必须强调，这些资讯可以作为我们对于某一些政治人物或者是议题的一个观察。但是如果我们要长期的去了解到底这一些过程，它会产生什么影响跟变化，它还是需要一个很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参与。所以其实台南新雅作为这样的一个在台南市地方作为监督议会跟观察的一个组织，事实上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发布，先让民众可以了解，透过这样的一个运作，先去看看那到底我们对于台南市的发展可不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清楚，然后在这里面找到你关心的议题，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再进一步的跟我们的新雅一起来就这个议题进一步的往下探索。那我想其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资讯的这个门槛的降低，基本上呢我觉得对于台湾未来如果有办法把这一套这样的一个机制引导到其他的县市的话，那我相信对于整个台湾，我们期待公民社会关注政治在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的一个期待，它才有可能变成是我们公民社会的生活日常。好，那我就先做以上简单的一个开场。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
好，我们非常感谢静书刚刚这段的发言哦。那确实提到几个重点，就是我们在地方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虽然我们今天人在台北哦，那在台北国会是非常多关注议题的朋友会在意的地方，可是到了地方议会，其实到现在为止，其实都还很缺乏各式各样的工具跟社群来关注地方议会。那我们也非常感谢 FNF 基金会愿意在这个专案跟我们支持我们，然后跟我们一起把这个机器人开发出来。所以我们接下来就邀请佛里德里希诺曼自由基金会的代表 Celine 来致辞。Hi everyone, my name is Celine Nauer. I'm the project advisor at the Global Innovation Hub from 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and I'm here with my colleague Jim, who helps me to translate because I didn't have enough time to make this speech in Mandarin. 大家好，我们是佛里德里希诺曼自由基金会的伙伴，然后在我旁边是我们创新中心的主任 Celine， 然后我是专案助理 Jim。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发布会的现场。那诚如刚刚 Celine 说的，就近期是这个个案 NGO 业务繁忙的时候，所以他就委由我来做中文的华文的翻译，这样对，谢谢。And at this point, we're more than happy to be here and would like to wholeheartedly congratulate Finance Sprout to the launch of this bot. This has all been done, this whole project has been done within this year. So, yes, we are very impressed with what they achieved. AI can be used for good and for bad. As we all know, there is deepfake, disinformation, polarization that's driven by AI, but it can also be used for good. And it i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Thailand City Council WatchBot as one of the good examples how AI can be used for good for our society. Because it helps to inform our citizens and educate them to make the decisions that is best for them. And it's a good example that involves deep tech expertise, but also civic engagement, and then also the trust and th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local city council. So I think this is a really wonderful collaboration. That far? Okay, let's start it. Sorry, I forgot halfway through that you're helping me translate. 非常高兴今天各位媒体的伙伴还有贵宾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我们非常的高兴，就是台南新雅以及我们的合作，今天可以让这个专案在这个现场的发布会进行发布。那诚如大家知道的，就是生成式的人工智慧就是 AI， 可以用在好的地方，可以用在不好的地方。那不好的地方呢，我们已经有相当深的体认哦，比方说深伪的知识或者是错假的讯息。那当然它也是可以用在正向的方面的，比方说今天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我们非常的欣喜，也非常的感到印象深刻，就这个专案今天可以以这样1年的时间哦，最后终于把这个成品呈现给大家。那我们相信台南新雅这个开放机器人的专案是一个相当好的例子，来展现就是台南市议会的同仁伙伴，还有NGO 的伙伴，以及还有相关联的朋友们彼此之间互信，然后公开透明，相互合作之后所得到的一个好的结果。Thank you, Chin. Yes, with that, there is one more thing I would like to say, and this is actually a piece of advertisement. Beyond the Thailand City Council WatchBot, we have an event in December. It's on the 6th and 7th of December. And it is the Open Parliament Hackathon, where we would like to work on exactly those kind of topics. So how can we use technology to inform citizens and foster good decision making? And we're happy to organize this with Citizen Congress Watch, and also Thailand Sprout will be part of it there. Yes, thank you very much. 好，接下来就是谢谢大家掌声鼓励啊！我们接下来是我们工商服务的时间哦。那全球创新中心也就是闭会啊，在12月的6号到7号。我们会在台北的交通部的集思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我们今年第1次的开放国会的黑客松。那这会是一个2天的活动。那主轴呢会放在就如何运用新科技来促进开放国会以及透明政府上。那我们很高兴也邀请到我们今年很重要的专案执行成轨，就是新雅的这个机器人的专案的伙伴 Billy 会加入到我们的黑客松来。那我们同时也有邀请相当多就是琢磨在这个议题上的 NGO 伙伴，还有就是新创圈的朋友们。
那我们非常期待各位也可以在12月6号到7号莅临到我们的现场，一起来贡献各自的所学所长，那一起促进开放国会还有民主的深化。那如果想要知道确切的报名资讯的话，就是欢迎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等一下你可以来找我。OK， 好，谢谢。好，我们非常感谢 Benef Celine 的致辞哦。那当然还有 Jim 的翻译。好，那接下来我们有几位今天蛮重要，我们也特别想要邀请来到台上简短致辞的来宾。那首先我们先邀请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曾建元理事长来跟我们说说话。那我们也知道公督盟一直在监督国会这件事情上都是先行者。那确实我们在做监督地方议会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受到公督盟的启发，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这样的活动一定要邀请公督盟的代表来现场。好，非常谢谢婉玲哈，还有新芽的伙伴们也特别感谢诺曼自由基金会那为我们开发了这么好的一个议会监督的机器人的这个系统。其实不论是国会或者议会的地方议会的监督其实最重要关键就是那个资讯那关于议会的透明那个公督盟努力了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可是呢，这个资讯呢如何去搜寻那个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适合于这个资讯搜寻的一个资讯的建制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促请这个立法院把它的资讯呢未来呢通通改成这个数位然后呢而且要回溯以便让这个人工智慧呢未来在那个立法院的这个资讯的收集当中它也能够运用上。那现在我们很开心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台南市议会的这个监督的团体呢他们首先先把这样一个软体开发出来那我相信这个当然是先针对现在的这个资讯，那个回溯还要一段时间可我想这个是可以期待的。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台湾的民主这个地方的议会的这个选举从日本时代就有了，然后呢在那个光复以后，民国39年之后呢持续不断的到现在，所以呢其实我们累积了非常多的地方自治或者地方的基层民主的这些资料那这也是我们台湾民主这个发展的一个基础。那现在我们台湾的民主化的程度呢在英国经济学人的这个全球的排名当中我们是亚洲第1名，全球第10名所以呢这个但是我们虽然这个民主排名指数在全球看起来非常耀眼，我们比美国还要高那但是呢不可讳言的，我们在那个地方政治地方议会上，其实我们相关的资料的这个透明还有这个它的廉政的这个问题呢，还是我们现在台湾民主政治当中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最近看到一些我涉及到我们台湾政治重大民主政治重大发展的一些弊端呢，其实很多来自于地方议会或者地方政府所以呢，如何强化人民对于地方议会的监督，然后促成地方议会呢对于地方政府更强而有力的监督这个生态链要把它建立起来。那这个呢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系统呢，可以促进这个生态链这个很快的能够去形成所以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东西那个这个呈现出来。那公督盟呢即将在11月16号我们会有一个全国议会监督联盟就是公督盟这个辅导成立的一个全国大概目前有14个县市的地方议会的团体。那我希望有机会呢，我们也在公督盟的系统当中，我们来介绍这个系统，让它可以在我们台湾20几个这个县市呢都能够运用。其实它还不只有在那个地方议会，我们下面还有更基层的代表会这部分呢，其实问题也很大那我相信这套技术呢，绝对可以适用在每一个这个阶层的这个议会当中来运用，而且不是只有台湾，国外也可以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公东盟呢，现在正在推动亚洲国会的这个监督联盟的成立，所以有机会因为我这个月底要去泰国，我觉得这个很棒这个有机会我也到泰国去介绍，说我们台湾有这个东西，先去炫耀一下对所以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看到这么好的一个这个成品作品出来那我想这是我们台湾的公民社会的力量，那也非常感谢国际的这个非政府的组织从德国的自由基金会对我们台湾民主公民社会的支持谢谢。谢谢理事长这个肯定跟建议那也非常希望我们有机会到泰国去宣扬国威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2位，其实都是在公民社会，不管是公民科技社群，或者是透过开放国会的方式来推进跟国会相关的一些开放的专案。那我们首先邀请 Ronnie 来跟我们讲话。那 Ronnie 我相信在座有很多朋友都认识，他其实是长期 G0V 的积极的贡献者那他今天会先用大概3到5分钟的时间来聊一聊，他在 G0V 的这些专案大概都怎么样促进了国会的开放。好，大家好，那我是 Ronnie， 那我在 G0V 社群参与蛮久。那我个人是个工程师，我最爱做的事情就是把杂乱的政府资料爬下来，然后把它整理干净成干净的资料，然后看到这些资料被大家使用。那过去 G0V 成立到现在已经14年了。然后从2012、13年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前辈做了一些国会专案，例如说有像国会大代制，它就是把立法院的那个法案对照表变得更加友善使用。跟那时候也有做立院影城，把立法院的那个就是直播变得更友善去观看。那到后来就持续的也有越来越像一些立法院投票指南跟议员投票指南这些专案。那在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肖 A 跟伊莎贝有组成了开放国会。那时候我也就是有去参与，就是带一些 G0V 的社群经验过去。那我觉得那4年其实也是跟资讯处跟一些就是立法院的一些行政部门有一些接触，那也有把一些这种协作的文化能够带进去。那等一下肖应该也会更完整的介绍一些关于开放国会的事。那后来2024年的时候，因为发生了某些事情，造成可能开放国会这件事无法继续进行下去。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如果没有一些持续的活动能够让大家继续关注国会，会蛮可惜的。所以我就那时候觉得说，那我想要在 G0V 社群这边复活一个叫做 G0V 国会松。就是我们希望说有一个国会黑客松，那对国会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每个月来国会松。我目前的目标是希望说，持续每个月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就是可以让大家来参与、来讨论、来协作的一个场合。那从7月还8月是第一次办嘛，办到现在目前每个月都有。那这个月会在11月30号。那个时候7月办的时候，我那时候遇到一个小困扰，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遇到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修法，然后因此有许多的愤怒的青鸟们，就是看到有这个消息，他们觉得很愤怒，他们想做点事，所以他们到了国会松现场。那到了国会松现场之后，他们发现到说，其实立法院这个议题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涉及到很多，例如说委员会跟院会的差别，然后立法流程长什么样的，什么是1读，什么是2读，什么是3读，然后各种网页的使用都非常非常困难。那造成可能当时有些青鸟到了现场后，发现他好像花了2-3个小时都在上就是立法院资料查找课程，但是他好像没有协作到，或没有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事。那后来就有一些可能就没有继续参与。那时候就让我觉得说，其实怎么样做到立法院的那种就是法普，就是怎么样让大家更容易查询资料是很重要的事。那我觉得像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透过 AI 可以让大家更容易的查找，就是了解到议会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那这边我也很感谢，就是 FNF 这边也有帮助，也有资助让我们目前最近正在规划一份就是立法院小测验的一个正在设计一个小测验。那也希望透过这小测验可以让就是可能本来是立法院小白，就是不知道立法院怎么运作，但是很感兴趣，想要更深入了解的人，可以透过这个小测验可以了解到说怎么样查询更多的立法院资料。那也期待就是大家12月6号、7号的时候，我们也会在那个时候发表这个测验。那期待说大家如果对这些议题感兴趣的话，10月30号可以参加 G0V 国会松，只要 Google 搜寻 G0V 国会松，应该就可以找到相关资讯。然后以及12月6号、7号的时候，也欢迎来 FNF 办的开放国会黑客松，然后一起来讨论或一起来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好，谢谢。谢谢 Ronnie 哦。各位有没有发现，每一个上台致辞都要那个广告一下自己的活动？但这其实也表示这个社群其实非常的活跃，我们一直有各式各样的活动正在诞生哦。那接下来邀请到这一位肖兴盛呢，肖 A 他其实
也是开放国会这个时候从一开始这个专案成型到后来，甚至一度他也是我们的共同召集人嘛。那他可能也可以聊一下为什么现在这个案子有一点卡住。好，我们请肖A简单帮我们讲几句话。嗨，各位社群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肖 A 肖新胜。那前一阵子转战的这个商业界，一阵子没回到社群的活动，那回来看到大家，还是觉得很温暖、很开心哦。那对，所以我之前是首届这个台湾开放国会所谓行动方案的这个民间共同召集人。那当初为什么会发起这个？是因为我之前参与这个 OGP， 就所谓的这个开放政府联盟，然后在全世界办的这个高峰会的时候参与了，刚好参与到开放国会的这个 track， 那就想说我们台湾的国会其实已经很开放了，有这种录影什么直播什么的，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行动方案带进来？所以当初就这样回来，那跟这个立法委员，当时的立法委员林长佐一起推动。那很可惜的是，这一届新的国会，新的院长没有要跟我们继续推动下去，所以我们现在暂时就 pending 了。那希望接下来有机会可以持续推动。那我在跟 Ronnie 一样，在 GDV 社群里面也打滚一阵子。那之前有发起过像是国家宝藏啊，或者甚至是国家证明器，甚至是在台北市议会的时候也有发起过这个公托这个补助计算机。所以我深深理解像这种观测机器人这种专案，对于怎么样把杂乱的资料或开放的资料带进去每一个人的手机或装置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个人也跟 Ronnie 身为工程师，我知道很多人其实是没有时间去上网爬找或者去参阅公开的这些 open data， 所以我们很多工程师准备了一堆资料，但其实后来发现，怎么选举大家还是都一样，都是投给这个在市场看过的人。那归根究底就是，其实大家没有那个能力去知道说究竟在议会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曾经认识我可能知道，我参与过地方选举，在台北市议会选举也曾经帮助参与过中央的选举，所以我深知在选战中，怎么样把这个资讯传播出去，你做过了什么政绩，怎么样透过有趣又可以易懂的方式传播出去是非常重要。那这个观测机器人真的是很重要的下一步，所以我想说，这个我当初就在想说，什么时候会有这样子一套这个系统出现？结果很棒的是，台南新芽就拔得头筹。那我也是很乐意见到这一套机器人可以被无限的复制到各个议会，甚至是中央国会去。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下一次选举的时候才不会永远都是同一批人当选。那只要在地方经营的久，只要见过多次面，但是他在议会或国会里面甚至没有做什么事情的话，这些从来都不知道。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大部分依靠的还是这个公都盟的这个优秀立委奖。但是除了优秀立委之外，更细部的哪些议题，究竟谁关心了什么，付出多少时间，那我们都还是要得靠这一套机器人来做扩散。那很高兴这边能够来这边参与，那谢谢我的邀请，好，谢谢。谢谢肖 A 哦。那今天这是同温层很厚，其实还有几位刚刚没有介绍到的伙伴，我们等一下在做新芽的简介的时候，有一些活动的合作的时候，也会再介绍给大家认识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会由我来帮大家简短的讲一下台南新芽从成立以来，我们做过哪一些跟议会公开、议会观察跟议会监督相关的事情哦。好，那新芽我知道大部分的朋友跟新芽都蛮熟，大概也都听过我们的起源神话。2016年的时候，我们大家如果各位还有点印象，当时有一个0206地震，那刚好那一天是小年夜，所以很多年轻人回到家乡去过年。那发生了很严重的永康维冠大楼倒塌的事件之后，其实有不少年轻人他们很自主性的就集结起来，帮忙协助指挥交通啦，然后配送物资等等这样的事情。可是其实灾难的事件会过去，但我们还是很希望这样的力量可以往下流下来，所以我们就跟一群年轻人讨论说，我们来成立一个协会，然后让这股力量可以一直在台南可以持续的运作下去哦。所以我们就在2016年，大概用半年的时间去筹备，在10月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台南新芽协会。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大概就是这几件啦：议会监督、政策对话、青年参与跟议题倡议。那这个是我们从2018年到现在一直都在做的事情。好，那我们怎么做？那我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第一个是我们到现在还在坚持，只是稍微那个频率变得低一点。过去我们用每日新闻的方式，每一天我们都去找一则我们觉得对地方重要的议题新闻。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太容易觉得地方都是社会新闻了。
但事实上，地方有很多议题正在发生，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让我们的粉专有在收看我们粉专的人，每天都会知道一个跟台南重要的议题相关的新闻。那现在因为人力编制比较少，所以我们现在是以每周新闻的方式来呈现。好，那再来，我们也会不定期的举办各式各样的讲堂。那这样的讲堂的议题，其实就是跟我们关注的焦点一样，非常的广泛哦，不管是性别啊、劳动啊、言论自由啊，或各式各样的议题，其实都是我们很乐意邀到新芽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也透过这样的内容去培养更多台南在地的公民有一个议题发声的机会哦。好，那除了实体的活动跟新闻的转播之外呢，我们其实在过去也做了不少的懒人包。那包括像台南跟台中啊、桃园啊、高雄这些地方一样，都是在2010年到2011年去做合并升格。那合并升格1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去想说，要告诉大家这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那再来就是我们其实还做了包括像台南很在地的议题，南山公墓到底那个时候文资团体在意的焦点是什么，我们就透过懒人包的形式跟大家来解释哦。好，那在实际的这个行动，不管是记者会或者是上街游行啊，我们其实每一年都会支持台南彩虹游行。但是除了彩虹游行之外，譬如说像这一张我在台南撑香港照片，是2019年到20年期间。那时候香港的议题非常的严上嘛，那我们其实在台南也有很多香港朋友，那我们也很希望可以透过一点力量去透过一点活动去支持他们，让他们有力量哦。所以我们就协助办理了这一场其实规模还不算小的这个集会的行动。那像这一张的话，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去年台南有一个悲剧，就是有一对母女在过在过路口的时候就不幸被撞死哦。而事实上，那个路口离我们非常近，大概只有250公尺而已。所以我们自己感受也很深。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也决定说，那我们年底要讨论交通这件事情，怎么样台南不要再是一个行人地狱这样。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议题上在地做的事情哦。好，那再来年度论坛的部分，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那城乡相乘，像我们介绍的就是国土计划。如果有在关心议题的朋友就知道，这几天国土计划又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因为国土计划的县市版其实应该最近要上路了。但不管是内政部或立法院，现在有不同的声音。那包括说好几个议题团体，地公啊，或者成大的国土研究中心，那他们也都举办论坛或是各式各样的这个发声，来告诉大家说国土计划为什么不应该延期，应该要如期上路这样子。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地会去做或是会去支持的一些议题哦。那再来就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开始做议会监督？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做议会监督哦？我们一开始其实当然也有参考公督盟的模式嘛，但其实我们在想说，有没有可能除了这样的模式之外，我们再发展出其他不同的模式？那刚好像今天在场的卧草，突然被 Q， 卧草其实在当时，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大概10年前吧，卧草其实做蛮多国会的影片的剪辑哈，那个时候有不管是荒谬的国会的言行，或是重要的言论讨论这样。那卧草在那个时候的那样的做法，其实有 inspire 我们就会觉得说，如果来剪一些议会的影片给大家看的话，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先试着用剪影片的方式告诉大家，议员可能有哪些重要或是荒谬的发言。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案例就是，我们曾经有个议员在质询台上说，酒驾可不可以离家100公尺之内不要抓？因为他说很多阿伯下了班就是想喝一小杯，明明那么近的距离，可不可以100公尺内不要抓？好，那这一段被我们剪出来之后就被延上了。那个时候卡提诺还很红的时候，卡提诺先转载，然后三立新闻又转载，所以那一个影片创下了30万的浏览次数。我们那个时候一边觉得那逼到最后那个议员有到我们的那一篇文章下面来道歉，说他做了不好的事情，这样做了错误的示范。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感到很高兴，觉得说，我们的监督真的有用？可事实上，我们也在那一次开始去做了一些反省。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用这种影片的方式，会不会很容易变成掐头去尾？有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是导致说，其实只有网报，可是并没有办法好好的讨论议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在思考，那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方式，让大家更了解议会在做什么？那我们本来就会在我们的粉专上面 po 这种议会小知识的这种懒人包哦。但是我们刚好成立之后的第3年就碰到了地方选举，2018年的地方选举。大家都记得那一次的选举，但大家记得大概都是公投失败的非常惨哦。但事实上，我们在那一次的选举里面，我们先做了第一个尝试，就是
台南市议会第2届的议员观测报告，第2届是因为合并后的第2届哦，2010到2014是第1届，然后2014到18是第2届。我们做的做法其实就是用议事录去整理出来说，每一个议员里面，好，大家可以看得到，譬如说以陈怡贞为例，他的质询内容里面跟民政相关的，我们把它摘要出来；教育相关的，我们把它摘要出来，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做了一本手册，让大家可以去拿，然后我们也有放在网络上，这其实是第1版的议会观测报告。那到了2018到2022这一届，2022要选举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每次都如果用1本来出版的话，其实是不太容易直接更新的所以我们就干脆做了一个网站。那也非常感谢当时也是 GDP 重要贡献者 DDIO 帮我们一起做了这个网站。那台南市议会观测站现在还可以使用它就是说我们把刚刚的概念变成是用网站的形式出现。那谢龙介大家也都不陌生譬如说你点进去前面这一页，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我们可以用选区，也可以用人头来点说，我的选区里面的这个议员都在问些什么。那用网站还有一个好处，过去我们用纸本的时候，我的摘要我没有办法回到原始的那个来源，但是用网站之后，我们就可以好，这边就是我们可以用选区写，也可以用人来选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摘要，我有兴趣让他知道更完整的内容，我们会有一个连结，让他连回去议事录里面，我们是做哪一段，所以你就可以去看当时的原文。这个是我们做第2版的时候去修正的地方所以各位就会发现，其实新雅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开始慢慢去想的是，我们如何从片段的抓眼球，到我真的是希望你去想一件事情，然后更了解整件事情的脉络，这是我们做的努力好的，譬如说，在这个新雅议事录就比较是即时性的，因为各位要知道，地方议会跟国会不一样，国会2个礼拜就会整理出之前的议事录了，台南市议会已经不算慢了，大家都要1个会期所以这个会期的东西，如果没有新雅做这些事情，要到下一个会期才会被看到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决定说，那如果说现在是总质询期间，因为我们的同仁其实是会去收听现在议会的这个实况的所以我们就会尽快的去整理说，那可能这个礼拜或这一天重要的议事新闻是什么，让大家比较及时的可以知道当时的议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好，那当然跟议会相关的新闻也是我们很在意的新闻好，那除了刚刚说的这些之外，我们也真的努力实质的推动了议会的透明化，包括说过去直播的内容里面，业务部门的报告是没有直播的。但我们去跟议长、跟议会秘书处谈说，我们希望这个部分业务部门报告、委员会审查跟预算联席审查，是不是也都应该要直播上网？那在我们的争取之下，现在这些都可以在网络上、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了。那这个是我们实际去推动的内容。好，那包括说像以前他们的提案附件常常在会期开会的时候都还没有附上来，可是我们就会要求他们秘书处说，至少你要让我看直播的时候有个文件可以一起对着看嘛，所以他们现在就会把提案附件及时的放上来，那这个也会是我们的重点好，那除了这些之外，观测站然后我们及时的报道之外，我们其实在每一次的选举都会试着用不一样的方法去介入选举，譬如说，我们就会去问市长候选人，我们去整理市长候选人的政见，然后整理完之后，我们就邀请专家学者来评论说这些政见到底可不可行，或到底是不是很荒谬的政见这样。但是各位要知道，市长政见这一件事情整理，我们后来才发现另外一个好处，4年之后我们可以拿回来对着看，这4年他到底有没有做这些事情。这是当时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但后来发挥功能的一个事情好，那当时这个也是来自卧槽的灵感，那这场也是跟卧槽合办，这边还有卧槽这样子。当时我们跟卧槽、苹果日报还有社区大学这些朋友，还有一个艺文团体叫艺智，一起办了这个市长给问吗这个活动。那一次就是有那个 Crazy Friday 的那一届有7个台南市长候选人，到了6个到现场，让我们来直接由市民来提问那不只是市长，立委选举我们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一样去问立委说你对于什么事情的立场是什么？那我们希望你可以回答那我们做了这些事之后，到了今年，我们就在想说，我们再往下一步会是什么？我们有了议会观测手册，我们有了议会观测网站。那接下来有没有机会让这些静态被整理的内容，用更互动的方式被大家理解？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这个议会观测机器人的制作。那再次感谢 FNF 支持我们可以一起做这个案子。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这个案子主要监督开发的执行者的宇昌来帮我们介绍这个内容。好，大家好，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宇昌。那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谈议会观测机器人。那我是宇昌，是自由软体工作者跟公民记者。那目前也一直都是台南新雅的理事。那目前正职是在 DSET 担任研究员。那我想刚才大家看到这个台南市议会观测站，我自己以前也曾经做过这个立法院的相关的类似的网站。那这个网站其实里面的资讯一直都是会非常的多。可是面对这种网站，我们很多人一般使用者很多时候还是看这个网站会发愣，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往哪边才看得到我要的东西，或者是我不太能够很快的用各种的轴线切入来观察这些议题，所以我们才想说，会不会 AI 可以帮上忙？那 AI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几年 AI 发展的非常快速尤其是 ChatGPT 在2022年11月推出以后，其实改变了非常多的事情，也改变了非常多人的这个工作。那后来 Google 也推出 Gemini， 然后 Meta 有 Llama， 然后有非常多大型语言加入。那可是呢，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受限于它所 training 的资料，可能是到某一个年份，比如说那个时候ChatGPT 到2011年，所以你问他之后的事情，他会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或者是那个时候有非常多人都在脸书上尝试，你知不知道李宇昌是谁？然后就看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所以呢，后来就开始有一个技术叫做 RAG， 这个就是我预先给他一些资料去 train 他，告诉他说你在回答我之前要先搜寻这些资料库，那回答出来的东西就会比较精确。那 OpenAI 呢，刚好也在2023年底的时候推出了 GPTs。那这个 GPTs 其实就是可以让大家预先输入文件、预先输入指令，让它成为一个专属的一个机器人。但那个时候呢，只有 GPT Plus 的使用者才能使用。那个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尝试就是我们使用这个 GPTs， 然后来做一个总统候选人的一个逐字稿的 GPT。我们那个时候的做法是怎么样呢？这个是那个时候跟木约一起合作，然后还有几个包含像艾瑞莎、四猫、嘎佑这些朋友一起帮忙清理逐字稿，然后再做出一个GPTs。那这个 GPTs 会做出来，是因为我们刚好使用了 Whisper 的一个功能，那它可以让我们很快速的把语音转成文字，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的影音转文字放到 GPTs， 提供问答界面，然后给大家使用。但那个时候由于受限于 GPT， 就只有订阅的人有花了600块的人才能使用，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办法让一般的市民大众使用。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来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用 AI 来消化，不是只是总统候选人的东西，而是来消化议会的组织记录？那或许是一个有机会的事情。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如果我们单纯用问题问答的方式，其实会更符合我们人跟别人沟通的方式，也更符合我们人去了解议题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就原来想象是这样，清理议事资料是要去 GPT， 然后提供一个问答界面给他，应该就可以了。当我们在清理议事资料的时候，就发现第一个是，我们可不可以用 Whisper 来把它语音转文字？因为每次呢，它的议事录都要整理半年才会上网，超级久。那可是呢，我们如果使用 Whisper 转文字以后，我们那个时候在总统大选的经验就是，它其实会辨识出很多错误的东西，而且面对台湾专有的一些事件的时候，它会无法 catch 到。比如说，你如果跟他问这个美猪，他可能就听不懂美猪是什么意思，他可能会给你美猪仪之类的东西。所以像这种东西，他就没有办法辨识，这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下去，对他做组织数据的校对，他才有办法做到。所以呢，后来我们决定呢，还是使用议事录来做这个第一步的处理。所以我们单纯就清理议事录，但是清理议事录呢，就还是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它只有开放 PDF， 所以我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清理这个资料，有很多杂讯在里面。然后再来呢，如果有一些是表格的部分呢，它会直接烂掉，它会直接前面就它没有办法对上，所以这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做清理。那以及呢，这个立法院目前其实已经有 DOC 了，可是这个我们或这个 Open Document 的一些格式，
但是呢，我们台南市议会呢还是只有使用 PDF。所以呢，我们就特别为了这件事情也去拜会了台南市议会，希望他们可以推动这个开放资料，让他们可以开放 DOC， 让我们可以更容易的去做利用。那也确实去拜会，那议长也给了一些蛮正面的承诺。那当然呢，也包含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它可以向现在的立法院看齐。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有 API 了，这个其实是Genevieve和 Ronnie Wong 这些，还有这个小 A 这些朋友长期不断推动的这个结果。我们希望未来台南市议会可以提供这些东西，让大家更方便的去做间接。所以呢，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放进去的资料包含转成文字档案的议事录，我们已经清理过了，让它是比较容易读的。那我们也放入议员资料，包含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以及他们的英文翻译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文的名字有非常多种的英文翻译，翻错了大家就会翻不回去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也特别加进去了。那所以我们也包含了放这些，然后这些看到这些 PDF 我们都清理过了，但这其实是最耗费功夫的部分。所以我们清理议事录、只取会议记录放进去以后呢，ChatGPT 的部分呢，就是像这个样子这是我们使用 Assistant API， 然后有 System Prompt， 然后放了一个 Vector Store 是里面的议事录，以及使用者下指令就可以看到它是什么东西。那最后呢，提供问答界面部分，是不是还要使用 GPT 呢？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也挣扎了一下。如果使用 GPT 对大家来说确实是方便，可是呢，我们一般的市民朋友，其实大家未必是习惯使用 GPT 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提供更容易大家生活都在使用的界面，就会容易。所以我们就参考了这个Open Source 的专案，我们把它 OpenAI 跟 Assistant API 串到了 Line 上面去。那刚好我们也看到这个Explain This 他做的这个范本，然后他们也是用 MIT 的授权释出，所以我们就使用了这一个来做修改，然后作为我们的机器人的底。好，那所以我们的结果就是呢，我们清理议事录、只取会议记录，塞到ChatGPT以后呢，提供 Line 的问答界面。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示范一下怎么去问他一个问题。那大家可以看到，接下来是一个 Line 的机器人。那其实你只要输入问题，问他，帮我按 Enter， 然后稍等一下呢，他就会回应我们相关的资料。但是在运算的过程中，它需要花一点时间，所以确实要稍微等他一下。问的问题是，请告诉我台南市议会如何讨论台南400年的相关活动。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它除了回应资料以外呢，它回应了相关的资料以外呢，它也会给出 reference， 告诉你说这个资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这些问题呢，也不是只有文字的方式，我们也可以用语音的方式去问它。那这一块其实是它背后其实有串 Whisper API， 所以它这个地方它会先把语音拿去转成文字以后，由文字去问它。那我们目前测过的语言，其实各国的语言包含英文，其实都可以通。出来了，其实是还可以的。那台语有一些部分是可以通的，但台语有时候会辨识错误。那至于客语跟原住民语，目前背后的 Whisper 模型是不支援的。好，那当然我们也可以Please explain in English。我们也可以让他用其他的各国语言来介绍，所以像曾建元理事长可以去泰国用泰语，让他来回应这些问题，他应该是支援的。好，所以他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英文也可以通，那也测过德语、法语什么都可以这样子。好，那我们切回来。那当然呢，其实这个机器人也并不是说，看，那这个机器人呢，我们认为 open source 也是非常重要。那这其实也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也很感谢 FNF 也是支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 source code 包含我们清理好的资料，以及我们的 Livebot 其实都释出在 GitHub 上面。那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 fork 来使用。那所以机器人可以做到什么呢？它可以汇整议员在议会中的表现，它可以比较同选区的议员他在议会的表现是什么。它可以汇整关心重要议题的议员，比如说你可以问他，关心交通议题的中西区议员有哪一些，他们关心哪些议题，它可以针对会议的内容进行汇整跟摘要。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期望以后可以做到，让你家的长辈用台语直接问政治人物
在议会的表现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长辈其实并不一定习惯华语。那也非常感谢这个慕约 HLB Mars 这些朋友提供我们相关的咨询，以及 FNF 来支持我们这个专案。好，那我们可以问什么问题呢？包含请告诉我某某议员在台南市议会的表现，或者是哪些议员关心交通政策，或者是哪些议员关心台南400年有关的讨论等等都可以。好，那有一些特别的指令呢，在这边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机器人出错了，用 reset 这个指令也可以让它忘记之前的聊天记录，因为我们知道 ChatGPT 有时候歪掉了以后，它后面只会越歪越严重，所以你如果让它 reset 一下，它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那你也可以用 help 查看其他指令，包含怎么分享这个机器人给你的朋友。那我们有一些已知的问题，也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第一个是数字统计，它其实并不完美。我们虽然背后使用的是4O 的模型，但它在数字统计上有问题，所以问出席率这些问题，它容易出错。然后呢，我们不包含新闻资料，所以你问他最新的时事呢，他是没有办法回答你的。然后跟议会无关的问题呢，他也有可能会回答错误的内容。然后有时候繁体中文语境中的反讽语气，它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理解的所以呢，有时候在价值判断上或政治立场判断上，它会出错。然后我们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这个鱼这个姓呢，它容易被识别为简体中文，这个容易一直不断的转换。对，这件事情是它目前的一个限制。那在引注上面有时候也会重复的引注。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聊天机器人。那欢迎大家这个尝试使用。那当然也欢迎捐款支持台南新雅，谢谢大家。好，还有没有人还没扫的？大家都扫了齁。好啊，那其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大概有10到15分，因为我们稍微晚一点开始哦。我想问一下在场的各位，有没有刚刚试用了？发现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是在听完今天对新雅做议会监督的这些简报之后，有没有想要回馈或者是分享的部分？我们大概可以有1、2轮的提问跟回应，这样有吗？好，请 Ronnie。没有，我好奇几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是，目前那个汇入资料是有办法自动化的吗？就是有新的议会被公布出来之后，然后灌进去里面，还是这部分会需要用人工去复制贴上去 GPS 贴上？目前的做法是我有自动化的程式可以做第一步的清理，但清完以后呢，因为议会它的资料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因为我们其实会辨认句子的结尾是不是句号。因为如果不是句号的话 ，PDF 它会自动换行嘛，我要把下句接上来。但是呢，确实有一些句子的结尾不是句号，不是点，不是，它可能只是单纯的逗号，所以在清理上会需要花时间去做进一步的校对。那这个校对其实是最花时间的，但目前来说就是这一块还是只能到半自动。那原因是来自于原始释出的档案就有一些问题。但如果未来议会可以用DOC 或者是 Open Document 的方式释出的话，这一块就可以自动化，就可以提升不少。然后另外想问说，平均一次 query 会花多少钱？平均一次 query 会花多少？1000次 query 会花多少钱？好了，我们好像没有特别测过1000次 query 会花多少钱，但是每个月确实有一个基本的维护费用，因为我们是 hosting 在 Google Cloud Platform 上面，那有一个基本的费用需要支付。那笔费用其实比 GPT 的费用还要高啦。我补充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们有试着跟议长沟通，说可不可以不要给我们 PDF， 给我们Word 档嘛？那这件事经过议会的讨论之后，虽然我也不太能理解这件事为什么议长说要党团协商，但是说这个是党团协商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回去处理一下。好，那他们在上个月开会的时候确实有讨论这件事，那最后是答应说，他们接下来，因为他们其实整个议事录是发给外面的厂商去做的，那做完回来之后，他们以后在提供 PDF 的同时，也会整包提供那个 Word 档供公众下载，所以在这个部分可以预期，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 Word 就可以处理刚刚说的那个问题了，所以还是有一点进展这样。好，那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请。然后我刚刚用了一下，我发现有一个想要可能许愿的一个功能是，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回应会有那个资料的出处跟来源嘛，
然后我蛮好奇说，因为像我自己的使用上直觉上来说，就会觉得说，如果我有看到那个出处或来源的话，因为如果我要再从那个出处或来源去把它拿到 Google 搜寻上去找相关的资料的话，会有一点麻烦，所以看能不能够新增就是原来出处来源的超链接功能，有点像是观测站上的功能，我是可以直接透过一个超链接点开来，然后透过 LINE 里面的那个小视窗，就会直接看到这整份议事录可能相关的资料的内容，我可以直接去做进一步的去确认，然后也可以帮忙做核实的部分，这样子。好啊，我看一下这个团队有没有办法做这一块，应该是主要是这样，他回应的时候，其实他是给那个 file ID， 然后那个 file ID 其实要 mapping 回去档案的名称。那当然 mapping 回去档案名称以后，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看有没有办法做处理，让它回到比较原始的资料，这样子应该可以试试看。感谢，希望这个许愿可以达成。好哟，感谢大家。那这边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只是想说，在问答进行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先帮我们扫这一份回馈问卷，然后可能有一些使用上的回馈经验想要请你们体验，那包括今天对活动的体验，可以请大家帮我先扫一下。那还有没有朋友想要针对今天的讨论？是，请。看到这个机器人的时候非常兴奋，忍不住幻想说，如果各地方议会如果可以有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然后也会好奇说，从你们的经验上来看的话，如果其他地方议会有可能想要就是进行这样机器人的发展的话，有可能碰到的比较大的要突破的关卡会是什么？这样子，谢谢。我觉得第一个 hosting 它有一个每个月的费用，那这个会不会对各个组织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觉得不太确定，但这块是第一个要考量的成本。然后第二个其实是资料的部分，因为其实资料一直都是我们台湾最后这个 AI 的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地方议会如何释出资料？这个资料该怎么清理？然后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它更结构化的可以被 AI 所使用？那这个其实是最核心的问题。那我觉得只要可以克服这两大问题，那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多问题。好，那我接着刚刚宇昌的回应再讲一下，或许我想跟 Ronnie 许愿，有没有机会，譬如说是像类似在国会松的时候举办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先征询看看有没有各地的这个仁人志士想要学习怎么样可以把他们的这一套东西嫁接到他们的议会的资料上面去，那可能会需要一些教学的过程，或者是说互相讨论的过程。我觉得国会松是一个蛮好的地方，可以让大家做这些交流。那如果说有人许愿，譬如说我们可以请宇昌或者是相关的团队去教学，然后接下来就比较有机会在各个地方这件事情就慢慢的长出来，这样子。那好，是 Ronnie。我就呼应好了。好，我觉得这很好，而且我觉得因为现在宇昌要花蛮多工人智慧在把那个 PDF 公报整理成那个需要的干净格式。那我觉得宇昌也许也可以整理看看，就是你期待中的干净格式长什么样子，然后以及说我们这个工人智慧有没有机会变成群众外包。那这种群众外包的过程，可能就会需要开发一个界面，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说我要怎么把本来不干净的 PDF 怎么变成宇昌想要的干净的东西。那如果开发这个东西出来后，我觉得也可以复制到其他县市政府，因为我觉得其他县市政府的议会的那个 PDF 可能会更加混乱。但是，一旦有一个流程可以把东西整理干净后，我觉得各地方议会都可以做出这样的机器人出来了。好，我觉得也是可以试试看啦。不过，台南市议会的机器人有一个好处是，台南市议会的 PDF 有个好处是，它至少还是可以复制的。那它可以复制，就可以用程式把里面内容抓出来。但我最怕就是遇到那个图片式的 PDF，那就会很可怕了。对。好，还有吗？还有朋友想来，小艾。不好意思，我追一下就是 Ronnie 的问的这个花费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可能大家就是先试用，那等到未来可能上了新闻了，然后你爆量了之后，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公民社群的专案，就是一旦爆红了之后，就会发现账单来了，然后支撑不了了，然后就无疾而终了。所以应援一下吗？对，所以想说有没有新芽这边有没有这个背后的一个模式或者是机制，或者是考虑说未来有什么让它可以更永续的？因为其实我们从公民社群出来，常常看到很多专案无法永续，那都会觉得很可惜。
好啊，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应援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开一个这专门支持地方议会这一种聊天机器人的专案？没有，我们从新创圈的角度来看，是说未来如果大家真的喜欢了，其实可以改成一个订阅制。那如果是我来问，我喜欢，我就一个月 support 个几百块，那就是说可以定期去。所以说未来就是把一个，也不是说商模啊，就把一个模式加进去，因为我们都不希望看到好的东西，就因为太多人用反而挂掉，那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是给一个简单的建议。好，谢谢肖威这个提问哦，这确实是我们下一步面临很大的一个困境。很多人用我们很高兴，很多人用我们也很麻烦，就是钱要从哪里来？对，而且这个东西其实也有一点困难，是在我们的募款专案的时候，可以去告诉大家说我们需要用这笔钱，因为它不太好预估哦。所以这确实是肖威点到一个蛮大的重点啦。那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问的？也许我们再开放最后1到2个问题。今天其实真的还蛮多 NGO 的朋友在现场，那刚刚没介绍到的再补介绍一下，譬如说 Freedom House 的露露今天也来，我刚刚还有点吓到。然后譬如说像青平台的方景在哪？方景还在吗？对，青平台其实也一直都很关心民主深化这件事，那我们也很希望像这样的东西可以给青平台一些灵感，对，可以做些什么这样。那其实媒体也有朋友来哦 ，Reader 的佑如其实今天也有来。那过去我们其实新雅也在2次选举的期间有跟 Reader 合作，就是怎么样把地方的相关的资料放到他们的这个资料新闻上面去。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可以从 NGO 圈开始发酵到媒体圈，甚至到开放社群。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进展。只是这样的进展有没有机会透过这样的机器人更广泛的去接触到社会大众，这个是我们想努力的目标。那个林奇提醒我想要问大家，有点像是询问大家的意见是，各位觉得这样子的软体还有机会可以被应用在哪一些情景或者场域，可能也很欢迎提出来。那我们也都很乐意去跟那样子的情景或场域的团队去做分享，有吗？大家觉得？就是我是立台湾的 Peter， 然后我目前是立台湾社群的贡献者，然后。就是刚刚看到这个机器人，我就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譬如说，因为台湾目前就是在举办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活动是就是用审议的方式带领大家讨论议题，然后可能会有很多个不同场次的活动，然后因为在审议的过程当中，大家的讨论其实是可以被记录下来的，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资料的留存。那对于那些没有参与到审议的讨论的人，他可能会很想要知道说，在这场审议活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说我可以怎么样新增更多的意见。那或许说，譬如说像是台南新雅举办的交通的论坛，那可能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工作坊，搞不好都可以利用类似的方式，把不同场次只要有资料，然后把它清理干净之后，汇到类似的架构里面，然后让 AI 去协助做判断。然后那这样子的话，第一个是没有跟上的人，或者是没有办法参与到的人，他可以有比较快的方式可以去 on board 加入到这个议题的讨论里面，甚至是直接去新增议题。这块其实最近有一个平台蛮不错的，然后刚好也是 FNF support 的一个叫 Talk to the City 的专案，你们要不要介绍一下？很抱歉，我们像怎么买了什么业配啊？没有，就是 FNF 就是今年就是有鉴于就是国会就是相关的事件，我们今年从秋天开始到冬天，我们今年9月的时候先举办了一场就是 Hacking for Democracy， 就是我们年度活动。那今年的主题是聚焦在就是 Peter 刚刚所说，就是公民审议上。那我们邀请了就是大概10数位就是专精在审议式民主的 NGO 伙伴，还有就是引导师们。那请他们试用我们从就是广泛的就是 AI 领域之中搜寻到的一些就是 AI 的可以就是视觉化资料或者是同整化讨论，然后总结化讨论或者是自动化主持讨论的工具。那试用这些工具之后呢，我们一方面请这些引导师跟倡议者呢实地体会 AI 带来的改变。那同时我们也让就是研发这些工具的工程师还有团队们体会到，就是现在实际在带领讨论的人，他们真正的需求，还有他们对于这个样的工具进入到新的讨论环节，他们的回馈是什么？对，那我们该场讨论呢，我们就是有使用这个 Talk to City 的这个模组。那这模组也是经由像是这样子扫 QR code 的方式，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透过 AI 工具可以整理出就是我们刚刚讨论过的重点式的大纲提要。那我们有用这样的工具记录了当初该场活动这些 NGO 伙伴的讨论。那后续我们应该会在明年初
也是透过这个 AI 工具整理出讨论之后，我们会发表一个 publication， 是来记录该场讨论，怎么经由 AI 工具来进行这个记录跟讨论。然后接下来呢，就是12月，就是刚刚6号到7号，我们好像宣传第3遍哦，有点不好意思。对，我们有一个就是开放国会松，对，那需要补充一下，就是该场活动的话是6号跟7号。那6号也是一样，会是一个就是介绍各式各样的目前开放国会在台湾还的进程，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新创工具的目前发展的情况。然后我们有请到就是号称是德国卧草的，就是 Open Parliament TV 对的2位就是就是共同创办人，还有线上加入我们分享就是德国在开放国会上的经验。对，然后第2天就是 Hackathon。对，我们会第1天主要我们会邀请到就是有实际在国会工作的伙伴，还有对于就是这样的开放国会议题有兴趣的伙伴。那第2天呢，我们就会请相关有兴趣的伙伴呢一起来加入这个集思广益、创意激荡的过程。那就会依循这个 Baseball 模式，然后会请 Ronnie 带领我们，对，然后我们当天会有一个阶段性小博的 presentation。对，那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今天有准备我们的就是社群订阅小卡，就等一下我会无情的发给大家。对，请大家就多多支持我，谢谢。谢谢Jim 的补充了。好，最后一题，还有没有人要发言？最后了，我们也差不多要结束这一场活动。没有的话，还是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与这一场发布会哦。那只要在使用上有任何问题，或是任何回馈，都很欢迎像 Peter 这样可以告诉我们。那不管是错误要修正，或是有什么更好的应用情境，我们也可以去做推广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再来思考。好，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今天这场活动就到这边结束，非常感谢大家，谢谢。